你获得变身雷杰多的能力，在教育奥特曼的路上一去不复返。如今你使用王者射击轰爆了巴巴尔星，还特意嘱咐狗蛋，别人问起来就说是奥特之王干的。狗蛋喵了2声，似乎在说主人说的对，都是奥王干的。黑暗宇宙，安培拉星人正在疗伤，准备在地球上与光之国决一死战。陛下，刚刚收到消息，巴巴尔星被炸了。现在整个黑暗宇宙，除了在外串门的巴巴尔星人，其余的都死了。安培拉星人沉默2秒半，朕知道了。待手下抬头时，皇帝早已消失不见。巴巴尔星的遗址上空，安培拉星人仔细观察一番，宇宙中能轻松摧毁一颗星球的战士不在少数，但能同时消灭所有生物却是凤毛麟角，即便是凯恩也不可能。突然，一抹熟悉的能量波动浮现。安培拉星人眉头一皱，这气息是王者射击残留的。好，奥特之王，你凭什么随意摧毁星球？但转念一想，不对，万一是模仿呢？还是得再观察观察。不过等我的暗黑铠甲完成，即便真是奥王，我也能与其决一死战。国王星，奥王狠狠地打了2个喷嚏。阿斯特拉疑惑，大王您不会感冒了吧？奥王心里嘀咕了句，8成是雷杰多在蛐蛐我。殊不知自己的名声正在逐渐被败坏。地球，你把奥特手枪的技术交给希卡利，仅3天时间他就研发完毕。太棒了，雷杰多，他居然能发射佐菲队长的 M87 光线。之前我还觉得自己只是个科学家，并没有警备队那么强大的力量而感到羞愧。如今看来，要是装上一挺奥特机枪，10个安培拉星人都得嘎。闻言你是嘴角抽搐，谁家科学家单手举61000吨的贝蒙斯坦啊？你自己才35000吨吧？希卡利疑惑，你到底在说些啥？哦对了，我想把这个技术带回光之国，不知道我离开后托雷基亚在那工作的怎样？有没有可能托雷基亚也和之前的你一样，开始质疑光明的意义了呢？希卡利震惊，怎么会？他和泰罗关系那么好，还约定好一个当警备队拯救宇宙，一个当科学家保护宇宙。你耸耸肩，不信的话咱们一起过去看看。好，希卡利将信将疑。光之国，你俩刚路过等离子火花，狗蛋就开始朝那边飞去，你紧忙拦住，别吃，你把那东西吃了，我俩就要被奥王追杀了。然狗蛋表示自己还是很馋，你嘿嘿一笑，回头等咱再变强点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那里也有一个这样的塔。科学技术局门口，希卡利还没进门呢，就看到托雷基亚与泰罗在爆发争吵。托雷基亚，你清醒一点，蓝族天生就不适合战斗，好好搞研究才有出路。身为光之使者的我，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此话一出，你瞬间血压都上来了。这个奥特老六一把年纪了，还跟10几岁的热血笨蛋一样。泰罗忽然挨了一个大逼斗，懵了。太老六，你是智障吗？没看到托雷基亚都怀疑人生了，还搁那输出？请上帝可以选择闭麦。一番训斥，泰罗总算反应过来，不是哥们儿，你是谁呀？我爹都没这么打过我。此时的泰罗相当暴躁，身为光之国的皇太子，被一个不知名的紫色奥特曼抽了一下，能忍。反观托雷基亚，忽然感觉心里爽快多了。自家领导失踪，整个科学技术局的大梁要我来扛，本该找泰罗诉说，结果他张口光之使者，闭口蓝族不适合战斗。你要是真行，去打败贝利亚啊！本来今天打算收拾行囊跑路，去追寻自己的理想，没曾想太老六又过来炫耀。好兄弟，我刚在地球和梦比优斯打败了英普莱扎，好家伙，直接点燃了火药桶。你见泰罗居然敢反抗，反手又是一个大逼斗，我是谁？你爹都不配问。泰罗怒了，你以为自己是奥王？就算是他，也被我的佐菲哥哥质问过，装什么急冒？原来当初奥王折断奥特钥匙，沙弗林上来就是一番劈头盖脸，大王为什么要折断奥特钥匙？而奥王没有发火，反倒是耐心跟他解释。从那以后，奥王在泰罗心中也没传说中那么可怕。现在面对突然抽他逼斗的你，算是彻底炸了，想冲上来跟你拼，却再度被打飞出去。这是我和托雷基亚的事，我们是最好的兄弟，你就算再强，哪来资格管？3个大逼斗下来，泰罗强行闭麦，我不管，以后光之国技术2号人物就会因为你这个二货遁入黑暗。我也会跟希卡利长官一样。接着你腹部金色符文闪烁，对着泰罗眉心一点，唰！托雷基亚离开光之国后发生的种种全部浮现在脑海里。这怎么会这样？
泰罗不敢置信，你一脸不屑。你们父子俩当光之使者确实是一把好手，但处理内部关系上都是傻 boy。闻听此言，泰罗红温了，能量爆发下，竟要直接使用奥特炸弹。砰！泰罗在即将冲到你面前时，被一脚踢飞出去，而出招的人正是刚刚赶来的奥特之父雷杰多前辈，请手下留情，我会回去好好话未说完。你越过奥父，继续对泰罗执行边打边说教。希卡利堕入黑暗后，托雷基亚本来就难受，你不关心就算了，还说什么约定？本身你的身份对他来说就是巨大压力，可你不用正确方式去引导，还天天说约定，缺心眼是吧？鱼头拉玛塞罗，我上早吧。最后一下抽得泰罗旋转好几十圈才堪堪停下来，自身也开始反思，从小到大顺顺利利，虽然父亲特训很累，但有个好妈，即便去地球死了好几次，也胜在有全光之国过来帮忙，人间体的防卫队更是空前团结。我不信，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队友？一定是幻觉，一定是我不信。而从地球回来后，泰罗更是作为主意识体与奥特兄弟们合体成超级泰罗，再加上皇太子的身份，情商 Who care？ 连无敌的沙弗林都得给他面子，导致与他一起长大的托雷基亚从开始的羡慕慢慢变成嫉妒。一旁奥夫看到这一幕揪心不已，作为仅有的几个知道雷杰多身份的奥，他现在很忐忑。啊队长，这个雷杰多究竟是什么身份？连你也如此忌惮？奥夫叹了口气，关于他的身份你别多问，今天他就算是炸了光之国，我都得夸炸得够响。一双眼睛猛地亮了几万尼特，差点闪瞎了奥夫。此时托雷基亚心里是美的冒泡，看到泰罗被抽逼斗，一股莫名的舒爽油然而生，嘴角连 AK 都快压不住了。突然托雷基亚发现你在朝他走来，你很开心。托雷基亚慌忙摆手，不，怎么可？一个大逼斗就扇了上去。托雷基亚下意识怒吼，雷杰多，我上走吧。又是3个逼斗，希卡利紧忙上前阻拦。雷杰多请你瞪了他一眼，滚一边去。好嘞，我刚想说的是，请您擦擦手。希卡利很从心的推至奥夫身后，见此情形，你继续上前，复刻刚刚教育泰罗的方式，打得托雷基亚说出了内心的话。没错，我就是嫉妒泰罗，凭什么他能有个好爹，天生就拥有红族和银族的血脉，而我呢，凭什么是一个没有任何战斗能力的蓝族？我讨厌我的血脉，我讨厌在实验室里搞发明，我想上前线，成为一个真正的奥特战士。你们说说看，我有什么错？我只想塔塔开，去和泰罗一起塔塔开呀！说着说着，托雷基亚声泪俱下，连你也停止了掌果。每个人有不同的天赋，你不珍惜，反倒想当一个战士，这么不务正业，和迪迦那家伙有什么区别？这话说的，托雷基亚都没反应过来，迪迦是谁？不对，这不重要，我是想当战士，与泰罗出生入死。当初他死在地球时，我恨自己的无能。要是我能强一点，就能保护好我的兄弟了。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话语，让泰罗呆滞在原地。原来你想成为战士，仅仅只是我死在了地球吗？你语重心长地扶起托雷基亚，如果做不了战士，你就不能研发点新玩意儿，增强自己的战斗力，例如借力。托雷基亚疑惑，借力那是什么玩意儿？你对着托雷基亚的额头一点，关于欧布圆环、奥特胶囊、泽塔升华器的内容全部输入，瞬间托雷基亚兴奋了。如果真能开发出来，我也能当警备队的大队长了。恭喜宿主抽了许多合理大壁兜，让托雷基亚很舒爽。本系统是不是看错了？奖励雷杰多融合度2%以及王者披风。哦吼，好东西啊！以后又能冒充老皮特了。在你检查奖励时，泰罗俩兄弟早就拥抱在一起，冰释前嫌了。随后托雷基亚来到希卡利面前，我已经找到了努力的方向，是为了光之国以及宇宙和平。没错，托雷基亚现在满脑子正确思想。如果问他一句早饭吃了没，他能回你一句人民吃了没。泰罗也走向奥夫，对不起，父亲，让你失望了。奥夫摸了摸他的头，没关系，知道错就改，也怪我没教好你。父亲，泰罗，父亲。奥夫一个逼都抽过去，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公共场合要称职务。这一刻，泰罗边哭边大声喊：好的，见职务。